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。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刚在专访中表示希望稍微的按下一个暂停键，王源就有了进一步举措。据媒体报道，由王源独自成立的重庆坤浩文化传播工作室，线下处于拟注销状态。自此，他名下关联企业只剩一家，即与母亲共同持股的重庆俊桥文化公司。对此，有粉丝解释称，王源所有作品版权、演出业务、商标注册都在俊桥，注销闲置已久的坤浩并不奇怪。王源选择暂停，易烊千玺和王俊凯却在全力冲刺。在无数人关注中长大的三小只，显然已经踏上不同的发展之路。曾经的 TFBOYS 是内娱流行乐坛的造星神话，来自重庆、湖南怀化的三个少年，以令人震惊的速度迅速蹿红，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少年偶像。他们演唱的歌曲接连大热，连许多知名歌手都加入转发支持队列。周边产品上线5秒即被抢空，搜索消息多达上亿条。没有活动，到场粉丝动辄上千人，不少还是需要家长陪同的萝莉粉。随便一条博文转发，评论量以数万、几十万计。此外，他们还是春晚常客。所不同的是，2016年至2019年是以组合模式登台，宣布单飞不解散后，则是个人出场。与内娱少年顶流身份相符的，自然是源源而来的财富。而在帮背后公司赢得巨额利益的同时，三小只自己也积累了丰厚的身家。以王俊凯为例，2016年的中国90后10大富豪榜中，他与鹿晗成为唯二上榜的艺人，以2.48亿身家排在第6位。而那时他刚17岁。演唱会上，王俊凯多次佩戴过价值不菲的钻石胸针项链。刚把驾照拿到手，他就将某款早就看中的越野型豪车开回了家。王源和易烊千玺作为同一组合成员，虽然没有入选富豪榜，但想来身家不会差太多。前者曾被曝录制一期综艺的酬劳以7位数计，后者位于北京顺义区的4层独栋别墅价值近亿，由小见大，可推测两人有多豪。不过与身家相比，三小只单飞后的事业走势关注度明显更高。TFBOYS 的分开早有端倪。据网络数据显示，大约从2015年开始，三小只的个人影响已经超过团体。2014年至2018年的曲线图中，代表团队的橙色线在后半段完全被个人应援色线掩盖，而于2017年9月份同步成立的个人工作室，则正式宣告了 TFBOYS 的新起点。时隔6年后，三个人跟资本的关系都在各自的成绩单中有了答案。作为 TFBOYS 的队长，王俊凯初期人气相对最高，曾在长城中出演小皇帝的他，也是三小只中最早与国师张艺谋合作的一个。此外，他还参演过《青云志小别离》和《天空鹰猎》等热门剧集，可惜角色影响力都有限。截至目前，王俊凯还拿不出真正有分量的影视代表作。桂荣市出镜的断桥评分只有 5.8，2.3亿的票房成绩也不甚理想。万里归途虽然票房超8亿，但他在片中的个人表现并不出色。与张译合作的《重生之门》还被官媒拿来做演技派配流量配，徒增观剧割裂感的势力。而他名下多达10几部的待播作品中，最被期待的也只有陆川执导的749局。不过，虽然主赛道不明确，但影视、音乐、综艺等全面开花的王俊凯仍旧高度完成了流量变现。有媒体统计，自2017年至今，与王俊凯合作的品牌多达55个，其中不乏蓝血奢侈品牌和某品牌豪车，而他的带货成绩也不差。2018年的明星消费影响力榜单中，他曾闯入前3。95后男明星带货榜上，他曾位居第1。去年2月份，他在3天内2度现身直播间为代言的品牌营业。与吃流量的王俊凯相比，去流量化的王源和易烊千玺路线相似，现状不同。想在20岁做靠自己发光的人的王源，一向被认为很有想法，而在当红时选择出国学音乐，在需要的时候有勇气暂停等举动，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只是在影视成绩不佳、音乐作品出圈度不够的情况下，放缓脚步的行为必然会在人气降低的同时，影响到资本的选择。而近几年在影视领域发展的风生水起的易烊千玺，无疑是3个人中主攻方向最明确的。团队时期人气不如2个哥哥的易烊千玺，
在工作室成立后也是新增代言最少的那个。但2019年播出的《长安12时辰》成为他奋起直追，后来居上的开端。骨高青傲、忠直果决的其身同李泌，让观众们看到了他的表演天赋。同年上映的《少年的你》不但票房、口碑双丰收，还帮易烊千玺获得金鸡、华鼎等多个电影提名，收获金像最佳新演员奖，让他在电影圈成功立足。之后的他更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，接继本小孩再获多项大奖提名。送你一朵小红花影响不俗，长津湖票房成绩惊人，满江红中一改倔强少年形象迈向成熟，只用了3年时间，易烊千玺便成为首个票房破100亿的零后影人，主演电影票房累计达189.6亿，近10部待播作品更是横跨商业、文艺2大类别，而且多是跟张艺谋、宁浩、陈可辛、娄烨等名导合作，即便是知名度相对较弱的魏书君和杨丽娜，也都是拿品质说话的实力派。而在市场至上的演艺圈和新导演的选择，代表的自然是资本的投注。换句话说，谁最受市场欢迎，谁就是资本的宠儿。综上所述，单从三小只的现状来看，有作品傍身的易烊千玺发展前景最被看好，而王俊凯和王源尚处于粉丝和资本博弈阶段，需要代表作撑场吸粉。否则，当原有粉丝基础变弱时，就很可能因商业价值降低，兼娱乐圈新贵不断的情况下，成为资本弃子。再给大家来几个爆料吧。王嘉尔劈腿宋雨琦。最近宋雨琦在参加韩综时，透露在练习生时期和队友喜欢过同一男生。有一天，咪咪手机跳出那个人发的信息，才知道他同时在和2个人联系。尴尬还是挺尴尬的。但内娱的吃瓜群众都很好奇，那个脚踩2只船的人是不是王嘉尔？宋雨琦出道来只传过和王嘉尔的恋情瓜，圈妹不知道这个男生是谁，但肯定不是王嘉尔。王嘉尔和宋雨琦谈的时候，2个人都成名了，这件事能被拿出来当乐子说，肯定是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，估计是梆子国的哪个艺人吧。王嘉尔出道这么久，公开谈的女友没有。但和宋雨琦这段虽然没有官宣，但大家都心照不宣。之前也有狗仔拍到宋雨琦去王嘉尔家中过夜，接送宋雨琦的是王嘉尔的司机，磕的时候也挺好磕的。就是2人没谈多久，基本上被发现以后很快就分手了。不过和曝光没关系，谈恋爱以后觉得不合适，是女方提的分手，当朋友就挺好。但目前已经不怎么来往了，王嘉尔目前欧美那边跑得多一些。宋雨琦就是在梆子国，他合约还有2年，在国内也没什么资源，之后2人能复合的概率也很低。白鹿敬业人设翻车，昨天周日，因为调休也是工作日，白鹿今天上班迟了，来不及和粉丝互动，所以今天开工时跑很快，说是自己闹钟没响，然后他今天的热搜就变成了白鹿是调休受害人，结果热搜翻车了，大多都是路人的真实不满。说208真是什么人设都敢炒，最近很多地方雨雪天气，上班路上很艰难。有个网友说，因为湖北冻雨，公共交通私家车开不出去，自己在下雪天徒步1个多小时上班都没说什么。208怎么就成调休受害者了？明星这种敬业人设真的很可怕，而且社会热点也不是你想蹭就能蹭，本身明星就没有什么调休这种说法。不想赚钱了，随时随地都能躺平，反正已经财务自由了。要是想赚钱，大年初一也可以上工，毕竟真的是日薪208。这种奇葩热搜估计是宣传公司给做的。像白鹿这种一线流量艺人，在渣浪某音都有长期合作协议，每个月都有热搜任务保证曝光率，给明星想热搜词条就是宣传公司的活。有些公司想不到什么有趣的词，就会夸艺人衣服，夸艺人容貌，今天夸这个，明天夸那个，反正都是没什么营养的宣传。白鹿这个估计宣传团队要挨骂了。刘昊然真的有私生子，这个瓜还得从周冬雨前几天过生日说起。大家都懂周冬雨和刘昊然的关系，圈妹也就不多说了。周冬雨过生日和马思纯秀了一波友谊，但是传言中的男友刘昊然却没有一丢丢的表示，这就让网友很不理解了。即使刘昊然、周冬雨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恋情，自然也就不会利用社交网络庆祝生日，否则不就是不打自招了吗？话说圈圈得到的最新消息，他俩已经分手了。
既然从来没有承认过恋情，也就不用大张旗鼓的发个分手声明了。有些粉丝嘴巴硬，说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过，别自己骗自己了，懂的都懂。这个圈子恋爱不承认的情侣太多了，10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。两人分手的原因众说纷纭，传言最多的一种说法是刘昊然没有担当，还翻出了他和谭松韵的瓜抠门。更有甚者爆料刘昊然和粉丝的瓜，还拿出了视频，甚至还有私生子。圈妹这么说吧，刘昊然的确谈过圈外女友，但是那个所谓的视频 AI 合成的，无稽之谈，私生子更是扯了没有的事儿。刘昊然现在的行事风格和 YY 特别像找茬恋爱，打死不承认，唯恐影响到自己的事业。这次和周冬雨被曝光实属偶然，他根本就没想要公开。港真这真心挺不好的，不够爷们。不知道小伙伴还记得不记得，圈妹之前和大家说过，刘昊然的事业就是他老板都懂是谁一手捧起来的，甚至刘昊然这个名字都是老板找大师专门给起的。刘昊然的八字因为丁火受制，因此有时候在感情上有些许困难，他的另一半必须比他大，才能够压制住事业限制，突破极限。传言中的几个女友，谭松韵、张慧雯、周冬雨都要比刘昊然大，这在圈内是极其少见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